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来到了陕西的关中平原。众所周知，关中平原有很多帝王陵，有汉朝的，还有唐朝的。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是属于陕西的前线，那就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。这是国内也算是世界唯一的2个皇帝合葬墓啊。我们前几天去四川广元，看到了武则天到底长什么样子，特别是那一尊石刻像是属于老年时期武则天的，看她那个样貌啊，不怒自威。如果你近距离看的话，会不寒而栗。那么今天来到这个乾陵，就来介绍一下武则天的一些故事，也介绍一下唐高宗李治的一些故事。因为我们经常看电视说李治非常软弱无能，到底是否真的如此呢？现在就去乾陵一探究竟，找一找那些背后隐藏的秘密。武则天的故事大家都非常熟悉，你想一想，从一个女人变成一个帝国的皇帝，历经多少艰辛，而且当时统治了唐王朝将近半个世纪。那她的命运其实也是很波折的。她出生在四川广元，那还有很多人说就是在争论到底是在广元还是在山西。其实武则天小时候命运是非常不好的，因为她的父亲比较早就去世了，她和她母亲是受到当时武家的其他的一些排挤。后面武则天就选秀进入皇宫，当了李世民的才人。但是大家都知道，李世民一直比较喜欢皇后，还有那些韦贵妃、杨妃，那对武则天呢就不是太重视。也有一个说法是说，李世民在中间发现了武则天的很多才能，结果呢就一直没有对武则天很好。那李世民去世之后，大家都知道了，武则天进入感业寺当家，后面李治接回皇宫，那武则天一生的开挂路程正式开始了。武则天进入皇宫没多久，就生下了长子李弘。那当时李治的皇后是姓王，她是属于5姓7望其中一家。为什么我们会说到这个呢？因为李世民也好，李治也好，包括武则天后面长征也好，他们一生的目的啊，一个是巩固皇位，另外呢，一个是加强皇权，要把那些在门阀士中的权力拿回来。那当时皇后没有儿子，那李治呢就想出了一个主意，他要废掉皇后。废掉皇后是和武则天联手一起弄的，因为当时所有人都反对，包括长孙无忌那些大臣啊。长孙无忌是李世民留给李治的辅政大臣，当时最开始当皇帝的时候，李治是没有太大的权力的，受到很大的掣肘。那李治作为一个人皇帝，他要把权力拿回来，所以他就想出了各种办法，把武媚娘提升了皇后的前提就是要先废掉皇后。废掉之后，那个王姓家族就废掉了。为什么？在古代是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的。你这个家族出了皇后，那么你这个家族就水涨船高。你如果皇后废掉了，你那个家族就沉沦下去了。所以就把5姓7望打掉一部分了。后面呢，李治又通过一系列的手段，把长孙无忌搞掉了。很多人说长孙无忌是武则天搞掉的，这就是错了。武则天那个时候还没多少权力呢，你想一想，武则天怎么可能有实力弄一个这样元老级别的？所以呢，李治就把他舅舅长孙无忌发配到重庆去了，就是现在的武隆那里，最后被逼自杀。那从此之后，李治就彻底掌握了大权。所以说，李治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被低调的一位帝王。很多人在影视剧中说他软弱无能啊，权力都给了武则天。其实他是非常有能力的。唐朝的疆域在李治那个时候也是算是最广，只不过后面李治由于身体不好，李治生病，他经常就把权力下放给了武则天。那武则天就参与朝政，慢慢的权力就越来越大。那最后李治去世的时候，李治给了道遗诏，什么意思呢？
军国大事有不决者，可以由皇后决定。那么这个就相当于赋予了武则天，她是拥有废立的权利。那所以大家都知道了，当时李治去世之后，李显继位，他呢就说要封他的老丈人为丞相，结果所有的大臣反对，武则天出面了，把李显废掉了。从那个时候，李家的王朝江山基本是到了武则天手里了。也是那个时候，武则天正式由我们说的幕后，相当于走了台前。那不久之后，武则天就称帝了。武则天也算是高寿，82岁去世，最后葬于这个乾陵。当然，她不是以皇帝的身份葬入乾陵，而是以皇后的身份。那乾陵最开始呢，是属于唐高宗下葬在这里的。乾陵建事还有一段说法，就是说当时唐高宗去世之后，武则天要求那个袁天罡还有李淳风来选一个帝王陵，就相当于风水好地方。袁天罡和李淳风两个人呢，就寻遍关中大地，后面在这里发现有一座很高的山峰，于是呢，袁天罡就跑过来，发现这里非常好，然后就用一枚铜钱放在梁山主峰上面。因为在古代建陵墓，先是选精穴，然后再扩建东西。李淳风也来了，他就用那个头簪砸到地里面去，就回去复命了。两个人都对武则天说：“我已经凿好了。”然后武则天一来，一挖出来一看，袁天罡的钱在下方，李淳风的那个发簪呢，正好在那个铜钱的正中央，所以最终就确定乾陵作为唐高宗的长眠之地。那在古代讲究帝后合葬，那武则天也有打算，先是唐高宗，那后面肯定也是我自己的陵墓，所以呢就开始大修。那么从唐朝武则天跟唐高宗李治的乾陵开始，基本上就正式确定了阴山为陵的定制，同时在陵墓前有很多石像石刻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乾陵上面这些石刻，非常精美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石像，大家发现没有？这个是鸡还是鸭？其实都不是啊，这是鸵鸟，原产自于非洲，它是在汉朝的时候由波斯引入到我们说中国。那鸵鸟在乾陵开始使用的，从它那个时候开始，唐朝的帝王陵全部有鸵鸟。只不过呢，乾陵的鸵鸟在唐朝里面相对来讲是最大的，到了后面就越来越小。为什么？一个是实力的见证，另外一个呢，它作为第一个有这样石像的，肯定石刻相对来讲的话会最大。但是有一点，它这个雕工没有后面的乔陵那么精美，因为它这里属于初唐，那乔陵属于中唐，就是鼎盛时期，那有点不一样。看起来有点形象，1300年还能看到比较完美的轮廓，确实了不起啊！这个石像非常奇怪，我们平时看帝陵的神道前面会放马就可以了，但是在马旁边还有个石人，那这个叫什么呢？它这个叫藏马，就相当于仪仗，然后还有一个牵马。大家看电视应该知道，皇帝出巡，这个马肯定是有人这样牵着走嘛。它这里相当于就这个意思，就是说皇帝生前享用什么待遇，他在死后安葬陵墓之后也是要有这个待遇，就是说也是要有人牵马，这样一直往前走。所以呢，这个也是乾陵相对来说非常独特的，在其他陵墓基本是看不到的。而且呢，这种马呢，基本上不是说什么时候就能采用，一般是朝会、祭祀、那个去外面巡查的时候才有这种。它这里的马跟那个牵马人总共是有5对，那有些被破坏了，但是很多还是保存着。刚刚看了其他的一些石刻，现在来看看这个，非常具有代表性。这里是10对石人，它这个不能简简单单称为石人，他是叫翁仲，也叫直阁将军。
就相当于是守卫皇帝的。可以看到，他这里每个人都有一把宝剑，这样插着守卫着。那么从武则天开始到李显、李旦、李隆基他们的陵墓，这些石人都是这个样子的。而从唐肃宗、李亨开始就不一样了，他是10个文臣，10个武将，文臣是这样的，这个就区别。所以说，唐朝陵墓前的石人并不是一样的，就是有一个分界线。李亨属于武则天的曾孙，每个人的表情全部都不一样，这个也见证了唐朝那种雕刻啊。同时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确实很雄伟啊！每一个石人都是由一整块石头雕刻而成。大家想一想，这个石头从哪里运过来了？大部分唐朝陵墓的石头是从陕西富平运过来的。尽管说我们不远处的那个梁山也是属于一座石山，但是一般情况下，它地宫在这里，不可能从上面把那些石头搞出来。刚刚我们看了神道两侧的石像，大家知道吧？从古至今，我们看到大部分陵墓保存下来的都是这些石像或者砖。为什么木头没有保存呢？因为从古至今，木头比较容易损坏，一个是日晒雨淋，长期的话会腐烂，还有一点稍微着火就被烧掉了。所以可以发现很多古老的建筑都是被人一大波火烧掉了，或者不小心烧掉了。那这些石刻就能够保存下来。神道走完了，就看到这里有2个大的建筑，像城门一样的。那这个是叫阙，就是古代宫殿陵墓前一个建筑。帝王最高等级是3出阙。那往里面走呢，相当于就是一个皇城里面的内城。因为地宫就在那个山上面，而左右两边就是属于无字碑。那到时候我们再单独的说一下。我们现在去里面的看一下。我现在站的位置非常不一般，这里是叫做朱雀门，门前2只大狮子，那么狮子后面肯定就是城墙。唐朝它的长安有4个城门，就比较典型的啊。南朱雀，北玄武，东青龙，西白虎，就这么区分的。我们现在南这样绕一圈，它在这个地方乾陵4周4个城门呢，狮子都能找得到。这个狮子大家看一下有多高，3米多高的狮子，大家见过没有？我们平时看陵墓的狮子可能就是1米、2米。它这个狮子3米，属于石墩狮，在唐朝的陵墓还有一些是石走狮。这个狮子2只都是一样的，就没有分公和母。我们看其他陵墓，有些狮子会分公母，特别是明清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怎么分呢？就通过他们脚下踩的那个球啊去区分。还有一点呢，这上面的那个毛也能区分。狮子大家都知道，有些狮子是这种卷毛，还有一种呢是披发一样的。我们说女孩子的头发披下来，那就代表着母狮子。这个狮子超级大呀！你想一想，3米高的狮子，也是一整块巨石，它那个雕刻的。它这个狮子的材质属于青石材质。在其他陵墓基本上是看不到这么巨大的狮子的，有的话都相对来小一点。所以说，它这个狮子为什么蹲坐在这里？因为从这里进去就是整个乾陵的核心地区，梁山主峰、李治和武则天的地宫就在上面。所以这2只狮子张开嘴巴，那个眼睛怒目，相当于就是说，守卫这个地陵，你一般人不要靠近，我在这里镇守。过了朱雀门，就是相当于墓碑，这里写的是乾陵
唐高宗与则天皇帝合葬之墓，这个属于郭沫若同志书写的，因为他这里属于2个皇帝嘛。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内城，就是刚刚从朱雀门进来的。大家看一下，有一块碑，碑的后面一直往上，这个梁山主峰就是属于他们的地宫所在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中国古代陵墓的话非常多，因为皇帝的话有400多，快500位了。那有3座陵墓是最为熟知，也是最有奇特意义的。一座不敢挖，一座挖不动，一座找不到，说的就是秦始皇陵、乾陵，还有成吉思汗的陵。那么到了这个地方，有一点给大家说一下比较好玩的，可能武则天也非常痛恨，同时盗墓贼也是非常痛恨。首先说盗墓贼，那在古代皇帝的陵墓，盗墓贼一定想来。那这里为什么痛恨呢？因为乾陵，包括那些部队挖的，还有盗墓贼，他们都找不到乾陵的入口，所以乾陵呢一直都进不去。那还有武则天为什么会痛恨呢？这里有一块碑，唐高宗乾陵。不要小看了，这个也是文物，因为是大清乾隆那个毕沅弄的，也就是这块碑是当时清朝乾隆间陕西徐云府毕沅立在这里。他为什么会立坏这样一块碑呢？因为他本身比较喜欢历史，喜欢古迹，所以在陕西大大小小的陵墓啊，他全部立了这样一块碑，不光这个陵墓。那么为什么武则天会痛恨呢？你想一想，唐高宗乾陵，那把武则天放到哪里去了？武则天也做过皇帝，那是为什么呢？我们知道，在宋朝之前，女人的地位非常高，所以武则天才能做皇帝嘛。在中国古代，大家有知道，看了很多电视，都会说后宫不得干政。那特别是明清乾隆，你看朱元璋的电视，经常跟马皇上说，后宫绝对不能干政。那清朝也是一样的，所以当时是属于男权社会，一个女人当过皇帝，那在这些当官的眼里啊，觉得是不认可的。所以说毕沅立的这块碑只有唐高宗乾陵，没有武则天。当然还有一种说法，因为武则天去世之后是以皇后的身份葬在这个唐乾陵，所以说只有一个唐高宗乾陵的显示。那么这个是不是挺好玩的？作为武则天来讲的话，你一个隔了我差不多上千年的人，给我的身份竟然只有这些，连名字都看不到，是不是觉得会火冒三丈？我们经常说的会跳起来找他一样的，所以他比较痛恨。从这个墓碑一直往前走，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那座山峰，就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合葬墓悬宫所在地，叫做梁山，海拔是1047.9米，在关中平原也算是比较高的。所以也就是说，这座陵墓是武则天为唐高宗李治而自己修建的陵墓，确实很奢华，也是历史上唯一葬有2位皇帝的陵墓。这座陵墓花了大功夫，同时建造的时间也很长，大概前后花了28年时间。这么奢华的陵墓有没有被盗呢？其实恰恰相反，在1300多年的时间，这座陵墓还基本上是保存完好，就是说从古至今还没有人进入到乾陵地宫里面进去，这个陵墓是没有被盗。